今天朱镕基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我想这位在经济阵线上奋斗了一生的老人，看见今天中美经济之对比，人民币国际化之步伐，应该是会感到欣慰的吧。这位带领中国经济这艘大船穿越过1991到2001年最风高浪急这10年的顶级舵手，在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刻，是见到了中国经济主权回收突围激进成功的曙光了的。那他应该会微笑吧。朱镕基同志一定是100年来中国经济史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经济在险滩航船阶段最具有前瞻性和魄力的掌舵人。在他的主导下，我国完成了堪称上下5000年来最成功的税制改革——94年分税制改革。它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和平地重构了已经失衡的央地利益格局，且带来了更上一层楼的经济繁荣的变法改革，其伟大之程度远胜于汉代推恩令、唐代两税法。我相信后世千百年间，94年分税制改革的功绩也一定会愈发闪耀。也是在他的主导下，我们承受住了冷战之后最具有毁灭性的一场金融冲击——97年金融海啸，对整个亚洲货币和先进产业的血洗，可以说是历次美元攻势里最灾难、最冷血的一次，最刨根扒皮式的冲击。至今东南亚国家尚难以恢复，香港当时得以被保全，如今已经恢复成为了赶超新加坡的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的心脏枢纽。还是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加入 WTO， 开始了加入全球分工，从量变到质变，现在掀了西方技术产业垄断的桌子的浩荡征程。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前赴后继，没有辜负这位经济舵手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正确选择，这位人民的好同志也没有错过今时今日民族的伟大复兴造就的盛世光景，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圆满呢？如今大家思考的问题很多是我们还有哪些卡脖子的领域，金融市场何时才能克服自己的恐高症，就业民生这些问题如何得到高科猛进的科技行业的反哺。然而呢，30年前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是怎么活下去。冷战结束之后，从政治上我们必须要走向世界，否则固守着意识形态壁垒只会越来越孤立。经济上，建国40年后，计划经济的效率天花板已经到来，只有采取更高效率的市场化模式，组织生产和资源的流动，才能继续让这10几亿人口发展下去。可是市场化的大门打开之后，会发生怎么样的冲击？要如何处理？财政要怎么办？银行要怎么办？国企要怎么办？政府要怎么办？房地产要怎么办？中国又该怎样的真正进入全球的市场？这些问题远比一句搞市场经济复杂得多。因为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连接着庞大的既有利益，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和亿万的黎民百姓，以及一个还远谈不上成熟的中国的市场体系。朱镕基工作的主要时期，恰恰就是中国开始啃这些硬骨头的时代。要理解朱镕基同志，首先必须理解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92年邓公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发展热情迅速释放，投资上项目建开发区，搞地产。各地经济快速升温，增长很快，但问题也随之到来。投资过热，信贷扩张导致货币超发，恶性通胀快速增长，很多大城市的通胀能到22%到24%左右，而且还是粮食的价格涨幅最为剧烈，甚至一度高达50%。居民的收入跟不上通胀，尤其是跟不上食品价格，甚至要提前开始囤积物资，居民的储蓄购买力都大幅缩水，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显现。同时因为它是恶性通胀，刚性支出挤占了正常的消费，企业的成本又上升，进而就形成了最致命的死亡循环，企业亏损，员工失业，经济失速。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改革当然不能停，但如果经济彻底失控，高通胀反过来又可能摧毁改革所需要的社会基础。93年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并开始全面参与经济整顿和金融改革。真正困难的地方是既要踩刹车，又不能把发动机踩熄火。如果简单的行政收缩投资，很容易让整个经济骤然降温。如果什么都不做，通胀又可能继续恶化。此后几年，中国采取了加强金融管理、整顿投资秩序、压缩过热项目等一系列的措施，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完成了一次非常罕见的软着陆，通胀明显回落，经济没有陷入严重衰退。后来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1995年到1997年中国经济过热逐渐得到了控制，并没有失速，还实现了举世罕见的软着陆。而真正的考验其实还未开始，就是在这次调控市场化带来的过热问题过程中，朱镕基同志就感受到了主席当年说的手里没把米鸡都叫不来的捉襟见肘。
从1990年开始，当时的中央财政就十分困难，因为呢，当时实行的是地方包干制度，就是中央和地方事前约定好啊，今年交多少钱，剩下的都是地方自己的，以此充分的调动地方的经济积极性。但是相应的，重要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这个比重啊，就不断的下降。到1993年的时候，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降到了22%了啊！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国家如果中央财政能力不足，很多事情其实是做不了的。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做不了，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能力有限，大规模抗灾、扶贫、国防、教育投入都容易受到制约。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调节地区发展差距、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会被严重削弱。在处理1993那一轮通胀的过程中，其实就相当的捉襟见肘，进而导致整个的治理过程凶险非常。于是这位掌舵人亲自操刀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背后，是已经担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亲自带队带领着由体改委、财政部税总局等部门组成的60余人小队，先后走访了17个省市自治区，经历了70多天与各地省委书记、省长面对面沟通解释改革方案之后才实现的。政治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发个文件地方就执行了，这背后是地方数万亿规模的实打实的利益的上交，这实打实的利益背后又是一群垄断着资源和地方事权的群体。文件上的寥寥几笔背后往往是波谲云诡的较量和博弈，其中种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切地方的蛋糕一直都是动荡甚至彻底衰败的开始。然而94年分税制改革，朱总理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智慧、面对面的沟通、精巧的制度设计，兼顾部分地方利益以及极大的个人魅力与魄力，成功的推动了这场1000年内最成功的央地分权变法，奠定了一直运行至今的我国的财政运行基础。从中国现代财政史的角度来看，它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重新建立了一个大国中央政府该有的财政能力。后来中国能够建设跨省的高速公路、高铁、水利工程，能够进行西部大开发、扶贫、转移支付，也能够在重大危机时集中财政资源其中的一个基础条件就是中央财政能力的重建。有些改革并不会马上变成 GDP， 却会变成一个国家几十年的治理能力，分税制就是其中之一。随后我国的经济只经历了2年的稳定发展期，就迎来了那场至今回想都依然惊心动魄的1997年亚洲金融海啸。事情得追溯到1990年，冷战基本宣告了美国的胜出开始。美国挟天兵之威发动了海湾战争，当时美国也是通胀高企，而当时的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深知，只要美军战事顺利，中东乃至全球的资产都会换成美元来避险，油价必将回落，于是就表示通胀只是暂时的。1991年1月开始连续降息了275个基点，结果美国的通胀果然缓解，而这漫灌的美元则潜伏进了亚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等到了1994年，联储开始了暴力拉升利率，到1996年的时候，泰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开始告急。97年初，国际炒家开始了围猎泰铢，泰国央行耗尽了90%的外汇储备，仍然无法稳定汇率。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单日暴跌17%，危机正式爆发。实际上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7月之前，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在东南亚就已经快收割完毕了。大家看到的崩盘的时点是庄家自己选择的高位离场的时间。7月1日，香港回归。